各位球友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我们了解一下红双喜狂飙王 ACB。 这是一款红双喜公司去年刚刚推出的新产品，采用扣头面材、阿尤斯立材，内置蓝方碳、阿尤斯大芯儿。和我们常见的968一样， ACB 也分为很多版本，从低端400-500元的市长版到字母，到 SD 也就是试打版本，再到最贵的国家队版。今天测试的是国家队版 ACB， 这是一支1号板。这支底板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，贴过2套胶皮。第一次是尼奥蓝国41度和狂飙3碎影鲨 37.5 度，这次拍视频贴的是尼加黑国40度和蝴蝶的 T19。 好了，我们开始试打。在正手对攻环节，不同于国家队版的968和301，这支 ACB 打起来首先感觉到的是非常出球，底板的弹性表现在红双喜内置底板中应该属于一流水准。底板较为硬挺扎实，手感比968和301要稍微通透一点，击球速度很快，劲力很好，击球声音也更加响亮。由于红双喜的内置底板多使用黄方碳，在中小力量下有一些纯木的手感。不过这支使用蓝方碳的 ACB 一上手就是典型的纤维板风格。由于 ACB 弹性大，所以红双喜通过降低底板的厚度来提高它的控制能力。现在市场上常见的 ACB 厚度大多都是在 5.8 到 5.9 毫米之间，比968和301大概要薄 0.2 毫米左右。在正手上旋拉球时，如果你打习惯了968，你会感觉 ACB 的弧线有些偏低偏长，尤其是在中等力量以下，底板的形变表现并不是太好，稍微不注意球很容易出界。这种调教风格的好处就是拉球时比968和301的速度更快，打起来更加省力，也更加容易出质量。不过对于使用者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随着你逐渐发力，底板的形变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虽然稳定性依然不及968和301，但是球的1速很快，2速也比大多数内置底板更加下扎，能够给对手带来不错的威胁。很多球友反映，蝴蝶底板反手是自动挡，而红双喜内置底板的反手由于借力不好，所以打起来比较累。其实当你接触到国家队或者队员的数字版本之后，你就会打消这个想法。在我打过的队员板里边，反手的出球速度大多都非常不错，甚至比很多外置底板还要快。就拿这支 ACB 来说，即使上次反手贴的是狂飙，它都非常出球，稍微不注意也会直接出界。这次反手搭配的 T19 整体感觉也非常不错。其实我这次贴 T19 就是想换一种搭配，就算速度太快，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大不了就当红双喜内置的超张来玩玩。事实证明 T19 作为色套，速度肯定比狂飙要快，但是发力之后，由于球拍更加通透，形变也会更大，所以打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觉得稳定性完全可以接受，而且球速快，旋转够用，打起来也更加轻松。再来看看正反手的下旋拉球，首先在中小力量下，底板的形变不大，可以说有一定发力门槛。它的速度很快，但是吞吐感表现比较一般，真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。如果你的发力足够好，那么你的拉球可以说既有质量又有稳定性。但如果你的发力一般，建议还是保守一点，先高调挂起来，再准备相持，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ACB 的底劲儿虽然不及968，但我觉得和301相比相差不大。由于它拥有非常恐怖的1速，所以在对拉时它的单板质量有着上乘表现。可以看到退台2-3米，即使不用发大力，球的稳定性也非常好，根本不需要刻意向上制造弧线。另外底板的上限很高，发上力之后球又长又顶，给对手的压迫感很强。狂飙王 ACB 的手柄和红双喜的其他产品相比算是比较宽的，整体维度也更大，握在手里也比较饱满，重心也没有那么偏板头，这一点对于普通业余球友来说比较友好。
另外要说明的是，这支底板其实不完全是 FL 手柄，它有一点 AN 手柄和 FL 之间的感觉。在打摆速环节，如果完全站在近台，我觉得借力太多的时候，无线不是很稳定，稍微推到中台，两面拉弧圈，这个时候你的发力会更加充分，底板的形变也会更好，稳定性也会有明显的提升，而且在这个区域底板的力量也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在红双喜公司的高端底板中， ACB 虽然用的是他们相对冷门的蓝方碳，但通过这段时间的体验，我觉得它不仅拥有不错的性能，而且丰富了自家的产品线，还让广大球友在这个价位又多了一个选择。可以说 ACB 是红双喜在去年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尝试和突破，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款产品。最后做一下总结，黄标王 ACB 国家队版，它的手感较为通透，速度快，借力好，打起来比较轻松，即使水平一般的球友也能相对容易的获得不错的击球质量。不足之处主要是底板在中小力量下形变一般，造成拉球弧线偏长，在刚刚使用的时候不太容易适应。最后做一下补充说明，狂飙王 ACB 我只打过这一支国家队版本，所以大家不要问我其他版本的使用感受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如果您有什么想聊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